师傅已经出发将近1个月了，想来很快就会有消息。辛苦南前辈走这一趟，过些日子，朕便要移驾北行宫。你要不趁此机会回西南看看，不担心边境动乱吗？等你亲眼看过就会知道，西南的边境，怕是大楚最安稳的一个边境。苗疆不比漠北那些悍匪，狼子野心，手腕高超，翻不出什么大风浪。你也有说别人狼子野心的一天。什么时候我真拉着他们起个大旗，你说太傅老头会不会吓晕过去？你若真闲来无事，就先替朕去北行宫看看。哼，不是有四喜吗？怎么光知道使唤我？朕是天子，使唤一个边疆王爷怎么了？唉，得，我去就是了。看着今日天色不错，去宫外吃顿饭吧。午后我就去北行宫。想吃什么？随便。烤鸭？不吃。涮肉？不吃。那要吃什么？随便。晋江文学城语笑蓝山原作，猫耳 FM、北斗企鹅工作室联合出品，广播剧《帝王攻略》第11期。玄冥寒铁，上古之物，看来阁下也是个有来头的。听着脚步声，可不像是这行宫里头的人。晚辈只是路过，打扰了前辈的雅兴，还望见谅。算不上雅兴，只是一盘棋下了30年，不是左手赢，就是右手赢。前辈喜欢下棋，那前辈可知道焚心局？哼，莫说你也想去找黄金，那岛上可的确什么都没了。前辈放心，晚辈对朝牙并不关心，只想知道焚心为何会发光。焚心在你手中，原来九玄机被毁是你所为，果真后生可畏呀！唉，那朝牙可不是什么好地界。晚辈愿闻其详。相传，当初朝牙老祖带着族人东渡，是为了寻一处苦修之地。可是时过100年，世事变迁，后生们误打误撞救了个海上迷途的商人，世人皆道朝牙便是黄金岛，却不知那全是从别处搬来的。原来当真有黄金岛，与这焚星有何关系？焚星发光，是因为月明蛊，蛊虫能唤醒海中的蓝火鱼，只有跟随鱼群，才能找到朝牙岛上的黄金。焚星这样的珠子，岛上遍地都是，只有不知情的中原江湖人才会将它当成宝贝，放在九玄机中引人遐想。所以，能让焚星发光的人，身上都被中了月明蛊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有个朋友，能令焚星发光。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这蛊虫可有危害，是否致命？你这身上少说也带了7、8种蛊毒，也是个懂行的，还怕解不了月明蛊？去吧，回了朝牙吧，那里原本就是座孤岛，将来也不必再有人了。前辈对朝牙之事如此了解，可是朝牙旧人。去毁了朝牙，我便告诉你我是谁。多谢前辈，待我解了蛊毒，再来找前辈详谈。得先去帮小渊把月明蛊取出来。疼吗？有些麻。蛊虫已经取出，
酸麻是正常现象，过2、3天便会好的。不烧掉吗？巢牙一事尚未解决，过后再烧也不迟。可我还是想不通，巢牙的蛊为何会在我身上？若说是10多年前黑袍人进宫时所下的，也说得过去。可当时朕还是个7、8岁的孩子，用意何在呢？皇上，陶大人说有急事要报。拿来。老奴告退。怎么了？苍南州的知府于叔，前日在府衙书房中离奇暴毙了。苍南州？怎么了？江湖中有个专门传递信息、买卖情报的门派，叫飞鸾楼。楼主景流天近来在苍南州以黄金100两高价悬赏几名黑袍人的人头。据说这些人会用歌声惑人心神。这么巧？朕记得古书中说，巢衙中人常常在日落时吟唱祈福，歌声婉转摄人魂魄，故而称为巢衙迷音。听上去有些玄乎，但你我怀疑的应该是同一件事。焚心、巢衙、九玄机，还有蓝衣斩和裘戟，总觉得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谁能想到，随手拆了一座塔，倒牵扯出这许多事端。你与那飞鸾楼的楼主熟吗？挺熟的。那能不能替朕去问个清楚？好。说吧，又要我去偷什么？人？你让我去偷人？飞鸾楼的景流天，你可认识？我怎么会认识？结交这种事，你去递个拜帖不就行了？飞鸾楼每隔3月方才开一回门，这么多年从未坏过规矩。怎么听上去神神叨叨的？你找他做什么？飞鸾楼高价悬赏一伙黑袍人，有人疑心与巢衙有关，让我去问问。是不是你的心上人？那关我屁事啊！哼，你自己应承的你自己管。喂，姚二，白袍玉扇，想来便是飞鸾楼主了。失敬。阁下可是西南王？巧了，本王正打算去见一见楼主，没想到楼主恰好也在王城。王爷想问的，可是余书之事？正是。楼主如何知道？飞鸾楼张榜悬赏，有一位名叫徒不戒的江湖客，自称来自西南王府。接了榜之后，不仅人没抓到，余叔也离奇暴毙。余叔是我的客人，客人无故被杀，我自然要查清真相。徒不戒本王知道，但此事的确与西南府无关。景楼主看起来似乎知道不少内幕。本王想问巢衙之事，看来没找错人。楼主请坐。能知道巢衙，王爷的确不是凡品。我可以与王爷合作，但以物换一物。在下想知道菩提心经究竟是何物？武功招式如何详解？楼主若想知道，改日与家师过上几招如何？那便这么说定了。传闻中的巢衙是座处处都是宝石与黄金的岛屿。虽说海外仙山大多如此，可唯有巢衙数次被洗劫一空，岛上的人也大多被屠。逃出升天的，便是这伙黑袍人了。舍弟不久前也曾亲下南洋，归来后说法也与之相同。
10余年前，巢牙族人曾入宫拜见先皇，在离开之时讨要了不少金银财宝。若当真如令弟所言，遍地黄金，又何必还要在乎这些东西呢？王爷的意思是，舍弟在说谎。这怕是只有楼主自己分辨了。那伙巢牙人如今在何处？飞鸾楼收钱办事，通知了不少江湖中人。如此境遇下，他们一路北上逃命，我便是因此一路追到王城的。王爷，小王爷跟人跑了。跑了？小王爷遇到了日月山庄的人，相谈甚欢，一路策马出了城，便不见踪影了。日月山庄？那便随他去，玩够了自然会回来。若真一路跟去江南，沈家也不会吝啬一双筷子一碗饭的。是，属下知道了。王爷倒是会做生意。舍弟淘气，让楼主见笑了。楼主可否详说余叔之死？家丁恍惚间只看到黑影一闪，书房内的姨太太便开始尖叫。待到众人破门而入时，余叔已经被人一剑封喉，当场断了气。当世之人中，还有个姨太太，名叫翠姑，姿色平平，不过嗓音婉转动人，是余叔从青楼赎回来的。青楼女子，以景楼主的身份，想介入查案，应当没有任何问题。可否替本王多多留意这位姨太太？自然。王爷，小王爷回来了，还抓了一伙黑衣人，说是什么巢牙人，让属下带给王爷就是，已经关在楼下柴房里了。巢牙人，王爷这位弟弟的确十分有趣。既然事情已了，在下便告辞了。楼主慢走。王爷，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在山里恰好碰到，就给你带回来了。哎，是不是沈将军让你查的？是楚皇想知道。一样一样，转个弯都一样。我这回好歹也算立了功吧，有奖励吗？想要什么？菩提心经。不行，害人的功夫，不让你知道是为你好。骗人！若当真会害人，师傅怎么会让你练？我练是为了疗伤。不过你今日的确值得赏。菩提心经是不行，但烈云刀可以。烈云刀，那是父王留给你的。父王给我，是因为你当时年岁尚小。师傅假死前，曾赠予我玄冥寒铁。虽说看上去像是破了点，倒也顺手。行了，你好好带着吧。你要去哪儿？进宫。巢牙人既然已经找到了，我得去交个差。你早些睡吧。这么着急去私会沈将军啊？不过，沈将军这个时辰还在宫里吗？还真是烈云刀啊！我回来了。一整日也未见人影，还当你真回西南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那伙巢牙人已经找到了。找到了？瑶儿碰巧遇到的，顺手就抓了回来。瑶儿可真是我大楚的福星。那我是什么？小话本里整日不是造反就是谋逆，你是狼子野心。这些巢牙人先晾他们一晚，牧痴老人已经研究出了八荒阵法，可要去看看。这么快？还当是古书里才有的东西，没曾想，却真的能重现于世。八荒阵法说穿了只是个同人阵，
不过据闻，肥冕国是将镇内的同人换成了死士，所以才会难以破解。八荒镇与肥冕国有关？最近这一连串的事端由头，可都在南洋。虽说那里岛屿众多，未必就是肥冕国，但多知道一个阵法总没有坏处，有备无患。真正的八荒阵法，除了能困住敌军，还能扰乱其心智，时间久了便会出现幻觉，自相残杀。地方不够大，只得将所有的东西都缩小了数倍。若是到了真正行军打仗的时候，将同人换成真人，人数也可随意翻倍。八荒阵讲究的就是这个，人数越多，威力也就越不可小觑。前辈果真令人佩服。前辈这里机巧物件不少，都是暗器吗？不是，都是些大雁城的工匠自创的小玩意儿，大多是给小娃娃戏耍，胡乱拨弄几下。如此精妙绝伦的手艺，却不肯收徒弟，未免太过遗憾。收徒看的是缘分，强求不得呀。今日也见识过了阵法，朕就不打扰前辈了，先告辞。告辞。楚皇慢走，王爷慢走。你要回客栈吗？看你这脸色煞白的样子，还回什么客栈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这八荒阵法固然绝妙，场面还是血腥了些，难怪你不适应。可要宣个太医来瞧瞧？不必了，明日你让瑶儿带朝牙人进宫吧。朕要见一见，问个清楚才好。起来。又干什么？有好事。亲爱的哥哥所说的好事，十有八九是不是什么好事？走，带你进宫。进宫做什么？看八荒阵法？吃饭。天都没亮呢。是小渊想见你。小渊是谁？楚皇。皇上要请我吃饭？记得别给西南府丢人。衣裳换一换，等会儿随我一道进宫。小渊？小渊也是你叫的？不是都说我哥狼子野心，和皇上势如水火吗？怎么叫小渊叫得这么亲热？莫非是代号？皇上为什么要找我去吃饭呀？因为你找到了朝牙人，是大楚福星。走不走？民女参见皇上。朕一早召你进宫，是想听一个解释。朝牙岛已经毁了。为何？岛上有一人名叫玄天，勾结了南洋匪徒上岛，将所有人都杀了，甚至连他自己也没能幸免。全岛100余户人家，如今也只剩我们7个人了。只是没想到，出了岛也一路被追杀至此。那伙南洋匪徒现在何处？应当还在朝牙岛上。真是没料到，余叔竟然还会和南洋扯上关系。民女恳请皇上替我们夺回朝牙岛。朝牙并非我大楚子民，与理不合。朝牙岌岌可危，唯有皇上能救我们于水火之中。而且，我等一路被人追杀，想留在宫里也好。只是这宫内人多眼杂，诸位住进来，
怕就不能随意走动了。民女明白。那便退下吧，明日自会有人去接你们进宫。民女多谢皇上。为何要让这群人留在宫中啊？在宫里是软禁，自会有人专门看守。瑶儿，对其余的朝牙人，你怎么看？哇，这就是大楚天子了？怎么觉得哪里不太对？好眼熟啊！瑶儿，我不怎么喜欢那些人。刚到客栈之时，对下人颐指气使，看上去自私又愚蠢。是这样吗？先前朕年岁小，对朝牙人并无太多印象，只是却没觉得，居然能如此不讨喜。不管怎么样，先看看他们想做什么。也好。瑶儿，可要一同去用膳？哦，好。想起来了，这不是我在琼花谷外客栈里遇见的那个人吗？你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。是谁啊？看着和哥哥熟得很，但我没见过啊。宫里头的人。哥哥出去就是为了见他？属下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不是楚皇的侍卫？难道他就是哥哥的心上人？可是师父当时为什么说哥哥的心上人是沈将军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师父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正在小王爷房里呢。吵架？出去！当真生气了？就知道骗我。为什么说是沈将军？我要换一个师傅。瑶儿不哭啊！师傅带你去逛青楼。逛个鬼呀！你是个什么破师傅啊！先前8岁的时候，有个和尚来西南府算命，说我在30岁之前命都不好。现在看来，当真是个圣僧。那30岁之后呢？30岁之后呢？或许先一步被师父气死也说不定。哎呀，逆徒啊！这次玉关山之行有劳师傅了，可有发现？没有，人早就成了白骨，棺木也足足落了1指厚的灰，哪有什么死而复生啊？都是唬人的。江湖中早已无人记得蓝翼斩，唯有塞潘安心心念念，甚至不惜与天茶教合谋，摆出焚心局，只为引他现身。当真是执念害人呐！哎呀，知道执念害人，便不要将大好年华白白耗在一个不值当的人身上啊！师父想说什么？哎呀，你可知前些日子朝廷为何要派人前去肥冕国？因为肥冕国主长得甚是英俊高大。因为据传在肥冕国里有天尘沙。天尘沙？你又知为何楚皇要找木痴老人去研究八荒阵法？破6合，入八荒，这套阵法的创始人便是肥冕国主的先祖。楚皇已经打定主意，要挥兵南下。八荒阵已解，肥冕国的屏障已破。若是我在此时毒发，只怕不出月余，大楚的军队便会压境南阳。可此事关乎你的性命啊！万一找不到解药，死了怎么办啊？所以师父要帮我。没有人知道天尘沙长成什么样。所以呢，随便找来的药物，即便吹破天，也救不了你的命啊！我身后可没有江山社稷，再任性，也无非是一条命。可他若任性，是生灵涂炭，亦是千古骂名。师父埋2年都能活，徒弟说不定也能试试。金蚕县已经开始躁动，此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哪怕只是为了保命，这菩提心经你也务必得继续练下去，一招一式都不能漏。
练得神功盖世，半人半鬼，那也比丢了性命要强上许多呀。若有不测，还请师父务必替我周全。有袅袅炊烟，3、4万同房之缘。烈袖泼墨一卷，而情至深处，画中你与我比肩。写过诗句百篇，今已忘年。树儿梅花开满天，恰好这个世界，恰好的一切，黄土把夜笑谈间。此生缘风沙，地也千古未平。抬头是天星月圆，山河如画，唐突了离别。雨落心中之前，别虚透窗沿。重逢是否能预言？半月千里冬天，想起了思念，不急不缓这缠绵。夜半钟声遥远，困于山巅。铁甲战双人无眠，恰好风吹了烟，恰好的满园，3000情丝